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从深圳北站坐高铁去湖南，正好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深圳北站，顺便聊一下中国高铁。我的火车是晚上8点多的，我现在是从地铁出来，要去火车站。深圳现在有好几个火车站了，位于龙华的北站是最大的一个，其他的火车站还有罗湖的老火车站，位于布吉的东站，平山的平山站，还有在福田那边的福田站，以前还有个西站，现在西站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关停了，说是要关停了。还有个要在建的西丽高铁站，但是现在好像是刚刚动工，建成之后估计也是一个很大的火车站。刚才我走太高了，我刚才从那个中间那个电梯上太高了，就是上到上面去了。我重新坐电梯坐到下面来，下面这层才是深圳北站的最大的平台，出站和入站都是从这里进去啊。出站也是从这里出来，进去也是从这个平台进去。它再往下是那个地铁站，上面也是地铁站。这边上广场边上有个美食广场，美食广场我没进去啊，因为当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我已经吃饱饭了，我就稍微看了一下，没有进去。一般在交通枢纽吃饭的地方都会比较贵，我不知道里面的饭会不会比较贵一点。这外面就是进站口跟入站口，出站口在两边，进站口在中间。这楼上是地铁，好像是4号线和6号线。在下面也是地铁，是地铁5号线。坐的士的地方和网约车还在更下面，从广场出去。但是这里无论是坐地铁过来，或者是坐地铁出去都很方便，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地铁站。出站的时候，出来走不远也是地铁站。我拍过一个出站的视频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就是出发厅，也就是进站的地方。从这里进去，是中国居民的话，就刷那个身份证在这个闸口。国外护照的话，应该是要走人工通道，我不清楚，估计是要走人工通道。好，现在我已经通过安检进到候车大厅了。这个候车大厅中间是这两头是入口，安检入口，这中间是一个大广场，广场上的座位都是给人候车，给旅客候车用的。那广场这两侧呢都是安检的入口，两边的安检入口是对称的。下面的火车就是跟这个安检入口两边的安检入口平行的，所以一个火车呢可以从左右两边的安检入口下去，但是呢火车头是对着一边的安检入口，比如说 A， 火车尾部呢就对着另外一个安检入口 B， 所以你要根据你是在哪个车厢选择比较近的左右两边的安检入口。
不然的话你下去从火车头跑到火车尾要跑很远了。上次我坐那个到广州的就跑错入口了，就跑了很远。这中间这个座位是给那个旅客手机或者是笔记本充电用的，好像充电口都占满了，这两个是坏的。但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啊，就是2口的充电口基本上都是被插了，但是3口的呢基本上都是空的。所以如果你能买到那种三角的那种充电器啊，那你就会有很多接口可以用。如果没有那种三角的充电器，因为现在三角的充电器比较少嘛，你可以买那种转换头，就是三角转换成2孔的那种。这样的话呢，如果你经常外出，你带着这个东西，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，在飞机场或者火车站，你都可以很方便的充电。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小窍门。我正在往前走的对面那个是另外一边啊，也是安检口，也就是说前后2边是安检口，左右2边是检票口，左右2边是对称的。你同一个火车的话，可以从左边的安检口也进去，或者是从右边的安检口进去，但是一边的安检口对着的是火车头，一边的安检口对着的是火车尾。这楼上是餐厅，有吃饭的地方。这个火车站的里面候车厅的结构是跟那个广州南站差不多的，广州南站也是这种结构。不过我感觉深圳北站今天人流没有广州南站多，广州南站那里那个候车厅好像也更大，然后我看乘客也多很多。从这里坐高铁到广州南很快，好像半个小时，70多块人民币左右的费用。我上次从广州南站一直坐到深圳，然后我还录了一个视频，把路上的风景全部录了下来。今天估计录不了，因为今天太晚了，外面都是黑的。我快走到另外一个安检口了。这块是军人休息区，但是没看到多少个军人了。这另外一个安检口可能是对应的火车站另外一个广场，但明显能看到从这边进来的人流不多啊。我的火车是晚上8点多，现在还有时间。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闲聊一下中国的高铁。中国的高铁现在有个问题哦，就是中国修了很多高铁，现在大家坐车是便利了，从广州、深圳到北京现在很快，或者是到全国各地。坐车很方便，有的时候比飞机都方便。但是呢，修高铁花费了很多的钱，现在高铁公司负债很重啊。现在的票价呢，按现在的票价来收，好像是很难要回本，好多线路都是亏本的。怎么看这个情况呢？怎么看这种现象呢？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啊。因为高铁这个东西啊，它不是说可以很简单的计算它的利润的，因为它明显是作为一种基础建设啊，它是有很明显的那种外部性的企业。
外部性，这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啊。大家先看一下这麦当劳，这上面有麦当劳，也有肯德基，但是这个麦当劳的价格比外面贵很多。你看这个鸡翅16块多，然后一个汉堡套餐55块，在外面，在城市里的话大概也就30多。这火车站，因为我打听到是说租金很贵，这个场地租金很贵，所以这里面吃饭的东西价格都很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火车站像这些交通枢纽为什么不租金放低一点，可能也是刚才我说的，他负债很重，想要通过这个收回成本。但是这个也是有个问题啊，因为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不来火车站这里吃东西，他们会在外面吃饱过来，或者是带食物进来吃，然后就不在这里买东西，那他就会损失很多客源。那到底这种损失多呢，还是他因为提高价格之后赚的钱多呢？我就没有详细计算过。我们说回刚才我说的这个经济学名词外部性。什么是外部性呢？外部性分正外部性跟负外部性。我先举个例子啊，我先说负外部性。比如说有一个企业生产化工用品的，但是呢，它会排出有毒的水，排到那个城市的河里去了。这种企业可能每年它就算利润了，利润可能很高，它就生产东西然后卖掉。它计算成本的时候可能会计算原料啊，计算那个人工啊，计算那个生产过程中的电费啊。但是呢，在早期可能就没计算排到河里的污水的成本。如果污染的水排到河里，然后就很多鱼会死掉，甚至呢，附近的居民呢，可能会因为这个呢更容易得病，得病之后就要治病，然后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生病没办法工作，这其实都是成本，也就是说在企业之外产生的成本，这些成本有可能企业没有负担到。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企业是有负外部性的。高铁这个东西呢就相反，它是有很好的正外部性的。因为建了高铁之后啊，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可能会因此提高。比如说坐火车的人是受益了，经常坐火车，以前可能要10个小时，现在可能只要5个小时，甚至3个小时。就是说它节省了很多时间，整体上社会的运行效率是增加的。不单是坐高铁的人，甚至从来不坐高铁的人，有可能也是高铁的受益者。比如说一个在农村种地的农民，他从来不坐高铁，他没去过外地，他就种地，他也有可能是高铁站建成的受益者。高铁通车之后，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员到他的村子里采购他的农产品，或者是高铁帮助整个他所在的村镇的经济发展起来了，那他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变多。这样他即使是从来没买过高铁票，从来没有支付过这个高铁产生的收益，他也是受益者。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企业的正外部性。他不但给他的客户，给他付费的客户，而且那些没有付费的整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都产生了正效益。我们就说这个企业是有正外部性的。比如说教育其实这个行业也是对社会有很好的正外部性的。像交通这些基础设施也是一样的。
那你说高铁负债了这么多，到底对整个社会是好的还是坏的呢？我觉得这个很难说，就是主要是要看建成的高铁线路的它的运行效率怎么样。如果大家用的多，做的人非常多，比如说那个广州到深圳的线路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工程，对整个社会。如果建的高铁呢，比如说建在很山的里面，很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不能对社会产生效益，那它的资金就是浪费的。最近10多20年，中国修了很多高铁，会不会修太多了呢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修太多，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，高铁一定会被修太多的。这路边有那个自助贩卖机，我看那个价格也不便宜，就跟那食物一样，一瓶水要8块钱、4块钱，基本上都是跟香港那边差不多一样的价格。如果你带有瓶子，可以到这个洗手间边上有这个免费的饮水机，可以接水啊。这个水是免费的，但是你好像得自己带瓶子。我的火车就要检票了。我今天是从深圳北到衡阳东站，湖南的衡阳市，大概总里程直线距离是500公里，坐过去要2个多小时。再聊回刚才的话题啊，你说现在中国的高铁会不会修太多了呢？这个很难说。先看上面的那个通道，那个通道就是出站的通道，也就是这个电梯上方的那个通道。从这个是去站台坐车的，从这个平台坐我现在坐的这个电梯。前面那个电梯呢，前面那个楼梯上去的呢，就是出站的时候出去的。上去之后会有2个通道，那2个通道是在后厅的两边。然后从那个通道出去呢，就是这个通道，这个通道出去呢就是出站的了。携带好随身物品，迅速离开。想搞清楚的可以看我的之前拍的那个视频呢，怎么从通道出去的。就是说中国的高铁现在有没有修太多呢？这个我是不清楚的。好多地方都通了高铁，会不会通太多了呢？刚才说了，就要看它的那个运行效率。如果那个高铁很多线路是亏损的，因为是本来坐的人也不多，有些地方，因为有些地方本来人口就不多嘛。政府为什么修高铁呢？好多政府都是喜欢修高铁的，因为修高铁，有政绩嘛，而且修高铁可以大把花钱嘛。有钱有花了才能流动，他们可能也会有一点收入嘛。还有成绩，还有政绩，所以光的借钱，基建都是这样。前几年好是因为有土地财政，现在呢土地财政是没有了，或者是很难卖地了，那可能以后的基建可能就不会那么多。像高铁这东西刚开始肯定会修太多的。这不单是中国，美国也经历过这个过程。好了，这个火车是8点50多出发了，这时候是高铁出发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是8点55。上车后，同座的大哥刚好是衡阳的，在火车上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聊起了湘西的美食。然后你看到这个田鸡，你是不是感觉到都没有田鸡？是不是大蒜？
大蒜跟辣椒。你是不是看不到肉？肉比较难找。肉可能就这一块。对啊。这个。蒜跟那个辣椒。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葱。真的。它这个我们那里的菜和配料，基本上就是同等的1:1。多炒一盆菜要多一盆辣椒进去。对。你看。那些辣椒都能吃掉吗？我们都可以拌米饭。你看啤酒焖的。家里做菜也放啤酒吗？有也放啤酒啊。你看炒一下，基本上出锅了。这基本上就出锅了。那我问你啊。你在广东吃过那个白切鸡没有？吃过。能吃吗？能吃。白切鸡能吃？白切鸡能吃？那不是一点味道都没有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但是白人是我会烧那个辣椒，它旁边会有那个辣椒油放在那里嘛。要插辣椒。高铁上这个厕所还挺大的。晚上11点多到站了。排队出去还要一段时间，趁这个时间我们聊回刚才的话题，就是建设高铁花费了那么多钱，大多是负债，这些负债以后要怎么还？我认为有几种还法。第一个是让高铁公司自己还，也就是通过卖票赚钱，然后把债务还掉。显然这种方法的话，就是坐车的人还，他们可能会提高票价，最近2年好像票价就在逐步提高。这个方法的话就是坐车的人还。还有一个还法就是把债务免掉。免掉债务的话，其实就是借钱给高铁公司的人还。高铁公司大多是国企，借给他们的钱的，比如银行，很多也是国企。在中国，国企其实就像被分家的孩子，都是在同一个中央政府里管的，就像是孩子之间的债务，家长给免掉了。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是银行的小股东，那可能就会吃亏，因为这些被免去的债务就会变成亏损的来源。如果你是银行的投资人，那银行的利润就会减少，投资的收益也会降低，所以在中国投资国企是有一定的风险的。还有一个还法，就是国家帮他还，国家直接给这个企业钱，让他去还债。国家的钱基本上是税收来的，在中国最近1-20年是通过卖地赚来的。转让土地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税收，所以国家还的话，其实都是纳税者还，谁纳税多谁就还得多。还有一种还法就是国家借钱还，比如说发行债。其实通俗来说，这种就是平常大家说的印钱。国家印钱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借债的形式。借债的话，也就是印钱的话，会让现金贬值。其实这种还法就是让所有持有现金的人还账。现金贬值通俗来说叫通货膨胀，也就是钱能买的东西变少了。国家多印1倍的钱，是不是大家都会变得富有呢？不是的，因为社会上的财富还是一样的，多印1倍的钱只会导致社会上的所有流通的货物增加1倍的价格。那
居民手中如果只有原来数目的钱，那么其实他持有的货币是贬值的。比如你身上假如有100块钱，如果一个鸡蛋1块钱，那你可以买100个鸡蛋。但是呢，如果国家印出10倍的钱之后，那么一个鸡蛋可能会涨到10块钱，你手中持有的100块钱就会变成只能买10个鸡蛋。如果以鸡蛋来计算，那你的财富就由100个鸡蛋变成了10个鸡蛋的财富。聪明的人呢，就会在贬值之前，把全部的钱换成鸡蛋，比如说把100块钱全部换成100个鸡蛋。那在鸡蛋贬值之后，一个鸡蛋变成10块钱，那的财富相当于有1000块钱了。从鸡蛋上看，他的财富是不变的，但是从货币上看，他的财富增长了10倍。这就是现金保值。当然换成鸡蛋是不现实的，因为鸡蛋很容易坏掉，所以呢，有些人就会把它换成黄金或者是外币，因为外币有的国家是没有同步贬值的，那就能保值。不过呢，在中国外币是受管制的，你不能随便把人民币换成外币，所以有的人担心货币会贬值，就会把现金换成黄金或者是地产等投资品。现在我已经出站了，这里是衡阳东站。衡阳东站其实离衡阳还有一段距离，可以说修在很荒芜的地方。为什么中国的高铁站很多都修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呢？因为这里成本比较低，因为火车站占地比较大嘛，要收很多的土地，比较偏僻的地方土地会比较便宜。还有一个呢，政府可以把这片搞成开发区，可以卖更多的地，赚更多的钱。所以很多高铁站都会喜欢修在比较偏僻的地方。当然有的地方也比较顺道，火车从这里经过，火车站只能建在这边上。衡阳这个地方现在是快12点了，我本来以为可以打个网约车去我住的地方，但是叫了一个网约车，他根本不过来接，然后路边都是这种拉客的，这个我在深圳很少见，小城市才会有，因为这些交警都会管，但是在衡阳这边好像晚上不怎么管。我叫的网约车又不过来，然后再次叫的时候没人接单了，只有这些路边的车。这些路边的车他们是要拼车的，也就是说一个车他不会带着你一个人走的，都会叫上很多人，然后好多去比较远的地方的，去周边的县。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5-6公里，平时打滴滴的话是10几块人民币。我今天坐过来的火车票，从深圳北到衡阳东大概直线距离500公里，我的火车票是260多。我买的是晚上比较晚的火车票，这个火车票好像是打折的，260多。白天的话是要300多块钱。反正我平时睡觉也睡得比较晚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张晚上的火车票，价格比较便宜。就是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打车不是很方便。不过后来我还是上了一个这路边叫的这种车，那个大哥已经带了3-4个人了，然后我也被叫了上去，好像并不顺路，但是那个司机绕着路带我过去我的住的地方了，收了我15块钱，
从价格上来说还是挺优惠的，就是它是拼车的。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了，我住的地方也算是应该是比较偏僻的地方。这个是个民宿，老板发给了我密码，我是自助办理入住的。这个房间80块钱，看着还可以。冰箱、洗衣机什么都有。大小也算可以。这是淋浴的，这边是洗手间，就是这个门有点多。我肚子饿了，到楼下的小店买了个饭团，顺便买了明天早上的早餐。这周边有个公园，明天我准备带大家看一下。房间里还有个投影仪。晚了，我准备睡觉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